好，大家好啊，这个 AMD 财报了，我们来快速的跟大家过一下，或者第一时间，来讲一下 AMD 的这个财报。先说结论啊，结论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财报非常非常不好，或者说非常一般吧。呃，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本来的预期是特别的低，那同时呢，市场现在在上个财报到这个财报给出的这个这么低的预期的时候，它的股价其实还涨了不少。那么是因为这个咱们说 ChatGPT 所带来的这个叫做人工智能革命。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判断 AMD 当下的走势？那我们该如何去应对？还有这里面呢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它给出的指引怎么样？那现在呢，大家跟我一起来探究或探索 AMD 的走势。而且我们通过 AMD 的这个走势，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半导体这个周期到底什么时候去见底。好，我们来看 AMD 的营收。那么这个季度的营收，他说是5.4，其实5.353，那跟上一年度5.887相比是弱了不少。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是，大家看这里面这个季度的这个营收其实是 includes a full quarter of 赛灵思的 compare，就是赛灵思的 income 它其实是在这个季度全部加入了，就是加了赛灵思多了1个 billion 左右的营收。跟上个季度相比仍然是弱的，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至少有1.5 billion 的一个降幅。那么这个降幅来自于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降幅来自于他们的这个有多个赛道的一个降低啊。那么所以看到的是我们这个 net revenue 这个地方是走弱了。那我们再回到这里来看，好，那么这个地方加了赛灵思还跌了9%， year over year。那么这里面其实市场上是有个预期，说这个预期到底是我们的半导体周期有没有继续的走出低谷？那么至少现在来看，从营收上来看还没有。那么为什么说还没有呢？因为展望给出的是5.3，大家可以看展望给出的是一个什么呢？5.3。那么5.3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展望给出来之后也并没有。大家可以看这个展望啊，我们来搜到这里来搜。这里5.3或者是5.6到5到5.6之间吧，就正负3亿。那么这里有个问题，下个季度也不会有大幅的增长。那么市场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其实我第一时间在这里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这个，我说这个地方第一时间分享了，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弱，大家一定要什么呀？非常小心，非常小心。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它这个季度的哪里出了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operating income， 那么这个从赚钱变亏钱了啊，变亏钱了。那这个没有办法，它是属于是因为这个主要是来自于就是关于赛灵思的这个整合啊。那么net income 就降低了，因为钱主要是有这个影响嘛。那这个没有关系，主要我们看的是对于 AMD 这种高成长公司，或者说我们稳定成长公司，它主要是营收方面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或者说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但现在并没有。还有就是我们要看到 gross margin， 就是毛利率，毛利率这地方也降低了。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那么再向下看，我们看到 revenue 是降低，而且下个季度会持续的降低。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于半导体行业的定价往往是超前1到2个季度，那么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下个季度就是最低，那么下个季度之后再涨就再多。但以我们现在是整个，大家知道原来我们说去预期半导体行业一定要触底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应该快速进入了一个 recession 的周期，叫做衰退，而这个衰退是个快速的，很快就能回来的。而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衰退，那么这个时候你对它的预期就要向后再拖延。那么以当下的一个股价是否能支撑，一会儿我们再来分析。好，我们再来看earning per share， 那么这个就没法算了，因为这里面有关于赛灵思的合并。那么这个 non-GAAP 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都回归到什么呀？就差不多6毛多，而不是1块多了。之前如果你看到22年的话，这是2个1块多2个7毛，那你这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什么呢？将近3块5，3块5就 P/E 20的话，它都值70，那么 P/E 40的话，你值120。那这个季度开始的话，我们如果都是以6毛多来算的话，那么那就剩2块5，对吧？2块4、2块5，或者说咱们就
2.4块、2.5块的话，你 P 按40来算的话，它最多撑死了也就是100，所以我们要看它能不能走到谷底。那么也就意味着从这个如果是都这样的一个估值上来看，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它现在当时90多块钱的话，那就是一个比较贵的。好，那我们再往上。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跟大家对比。首先我们看 data center，data center 的 revenue 只有1295，为什么说叫只有1295？我把上个季度都拿出来看啊，上个季度拿出来看。那么上个季度的是多少呢？上个季度是1655啊，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季度和这个季度对季度的上来说，它 data center 没有成长。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因为它一直都是成长的。data center 在于它来说是一直都是成长的。是整个大家看 year over year 能维持将近60%多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个季度是 flat， 而且它的 operating income 是 down 了65%。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上个季度我们看到是多少 up 86%，那么意味着它的成本非常高，但是它的营收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那么这个还要看具体它是怎么花的这个钱。那么 client 对比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知道是只有739，然后最后下来的是亏的，整个是亏的。那我们上个季度看 AMD， 上个季度 client 是亏152，那么这个季度亏172，它的亏损还是增加了，而且它的营收继续的一个萎缩。大家看到这个营收是继续的一个萎缩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数据中心业务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要看看它数据中心业务的原因没有涨的原因是什么。那相反来说呢，我觉得它是比较好的一个部分是什么部分？大家看，这是上个季度 Q4 的话是1644，那么这个季度是1757，就是游戏业务一直在增长，不管是索尼还是微软，那么它整个的游戏的业务一直都是在扩张的，那么这还是个不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数据中心和 gaming 这块没有拖后腿，而整个的 client 这个地方。跟去年相比，整个亏了都有1.4个 billion， 不是叫亏了1.4个 billion， 或者说降低了1.4个 billion， 那从哪儿补回来呢？补了这个嵌入式系统，补回来了一个1 billion 的一个营收。所以，那么整个这个下来之后，我们会发现，真正让我非常 concern 的就是一个数据中心业务。为什么数据中心业务这个地方是1.2？那么我们可以往后看一看。好，那么你看这个数据中心业务在 Q1。2023的时候，都可以看到 revenue 是1.3 billion， 它 flat year over year。那么我们后面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间啊，去年这个时间它是什么 ？revenue 是1.7 billion up 42% year over year。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它的 highlight 是什么 ？Cloud sales grow by strong， 就是我们它的消费啊，它的消费还仍然是一个，就是云消费仍然是什么呢？就是2位数增长。然后呢，说这个还有28个 new AMD Power 的 instance， 包括我们有这个微软、谷歌、Oracle。注意这里没有 AWS 啊，注意没有 AWS， 它主要的增长点是看谷歌、微软和 Oracle 这两个增长其实还挺好的，这俩算云服务增长力最强的，因为这俩都27%啊，说明这俩就是只要你贴上微软，我就说 AMD 不会太差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它贴的这微软，那么我再看这个 OEM provider， 这个我就不是特别懂了，然后呢，还有就什么 build 什么 EU 的欧洲的嘛，就是 supercomputer 什么什么，然后对，所以 operating income 的话就是只有148，然后这个 margin 这么低，那么 primary due to 什么呢 ？increase research development 这个 investment。看它是这样 higher 这个 Epic 这个 processor sales to cloud customer offset by lower enterprise， 就是说明什么？说明大企业对于数据中心的 server 的降低是非常巨大的。那么你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如果拿它去对比，咱们说对比英特尔的话啊，如果对比英特尔的话，那这个块还是不错的，就是还得 hold 住了，咱们说这是 hold 住了啊，那是不错的。确实你要这么对比的话，再加市场预期又非常低。确实是 EAD 确实是没什么，要这么说确实也没毛病。但是如果我们以比较高的要求啊看 AMD 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就是那么回事了。好，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client segment 啊，这个地方只剩700多 million 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 CPU 啊，还有什么，比如说
啊，叫7000叉 3T 嘛，对吧？7000叉 3T 是 Zen 4 based，然后有很多人都就说现在市场上的份额确实 AMD 也抢占了不少，但确实这个市场降的太多了。大家可以看到啊，之前去年同期是2.1个 billion， 今年就剩1/3了，说明大家买电脑的这个需求和热情是非常大的一个降低。这个也不是特别意外，因为这半导体周期嘛，它整个这周期就是弱嘛，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话，数据中心这个就值得我们好好的玩味，或者说我们一会儿要听这个就是电话会议要好好听一听他们这个怎么回事儿。然后我们再看游戏业务，游戏业务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啊，游戏业务挺不错的，就是说 semi customer revenue grow double digit percentage year over year， 然后呢 more than offset by the lower gaming， 就说它显卡的收益肯定是大幅降低，但是呢它的这个叫 semi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卖那个主机啊，不管是微软还是 Xbox 还是索尼的 PS5，这个是跟游戏的这个厂商相关，因为20年了之后，它好多那个开发游戏啊，它都开发的不好，所以很多好的游戏在这些年突然出现和他们的一个迸发，会让我们整个的这个游戏的这个需求其实是增加的，或者说是没有大幅降低的。那么这一块呢，说 AMD 确实做的不错，因为两大这个游戏主机，不管是 Xbox 还是 PS5 啊、PS5，它都是用这个 AMD 的这个芯片，所以这一块业务也 hold 住了。如果我们从AMD 的这种预期，或者说比如你看英特尔也好，或看整个半导体的预期来说，都是大幅的萎缩。但 AMD 确实是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出色的，就是它能 hold 得住，hold 得住啊。所以说这个 gaming 这块也是不错，但数据中心这一块确实是需要好好听一听怎么回事。好，那么嵌入系统的话呢，这个地方就是说。比如说他说的这什么叫是 Zinc 还是什么 RF SoC products， 然后呢有什么 Accelerate 4G 5G Radio， 这个我基本就看不太懂了，我也不太明白。然后呢斯巴鲁，我知道斯巴鲁就 Rollite 一个什么，对吧？然后我们说这就是嵌入系统，那就是我只能看这个数字了，对吧？他说这个叫 Premier Driven by Inclusion of Quarter of 这个 X， 所以说这个呢。它就是因为加入了那个304嘛，所以，就是整个的就是整个下来之后，这个嵌入系统是一定会多的。那么嵌入系统这点我也不是特别懂，但是我知道的是说304是在它一个叫做嵌入式的这么一个计算的这么一个赛道上是比较强劲的，而且我们说嵌入式包括很多特斯拉这样的汽车也是需要用的。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看 client 这个 segment 没有巨大的一个衰退太厉害，那么就完全看 data center 这个位置上，微软和 Google 能不能 hold 得住了。但是我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段上来之后啊，我发现有一个问题。那么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AI 的或者说我们说的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革命对 AMD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影响，或者是它光题目上你看这个题目上是对吧？什么 uniquely positioned in AI。嵌入系统这个我知道，然后这个 X86 处理器 Data Center Solution 对，那么这些有多少能吃？就是它到底能吃到 AI 有多大的一个羹？我现在呢感觉到不是特别清晰，所以如果我是个投资者的话，或者说我是一个机构的话，我在这里的定价可能会相对来说保守，我不会在这儿进行一个疯狂的抄底啊。为什么？就是说大家对英伟达的定价普遍会比较高呢？就是因为英伟达你可以比较确定的是它能吃到比较大的羹，那么这个羹能喝多少汤吃多少肉，不知道。好，那么展望我们来看一下，展望的话是5.3，跟这个差不多。那么加上300，这个 decrease 差不多20%，主要是靠数据中心嘛和嵌入式系统。那么 gross margin 呢，就是它的预期是什么呢？就是上半年弱，下半年就要回到增长了啊。那就看他们的预期是能不能就是说我们上半年就结束了半导体的这个周期。所以我们整个就是看到一个是数据中心和嵌入系统会成为它的主流，但是因为
整体上呢，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它确实苏妈比较厉害，就是把公司做了一个转型，因为你确实对比这个英特尔的话，那确实是强非常多。那么对于我们 AMD 来说，如果从操作的角度来说，那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就偏贵了。那我们往下，它如果这个位置上，大家注意，上一个季度它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财报出来之后，它是拱到了正好90，也就是上个季度出来这个价格之后，大家认为这个公司值90，然后慢慢跌下来之后又拉一升再回来，其实是在这里做了一个横盘，或者说中枢也好，横盘也好，那么它这里其实是在做了一个横盘。那么这个横盘的话，我们就想，如果要回到这样的，就是一个，如果它现在这个季度和上个季度如果是差不多，其实是还不如上个季度，那么我们就说是差不多啊，或者说我们是往前看，你差不多的话，那我们知道蓝色线这个位置大约80不到，也就是77左右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其实是从基本面分析来看，是一个比较值得再入手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跟上个季度之前，那这个季度上季度那就更差了，对吧？它是5.5什么的，就是对整个的预期就更差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它在这个整体的估值栏来看，它就是4624，差不多2.6块、2.7块、2.8块都是可以的。那么整个的话，你就算给到40也好，或给30也好，那么整个这个 PE 来说是比较支撑比较好，就是70多块钱到80块钱这个位置上，就是77这个位置上，它绝对是一个不贵的位置。但是如果市场比如我们出了很大的危机，你说是不是能到暴跌下去？完全可以，或者说我们 recession 开始，大家市场产生那种情绪哇，又害怕呀，你知道吗？那我们完全有可能再比这个更低很多。但是我们从估值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个位置上，如果到这个位置上，其实是我愿意再次加仓，对它持有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还返回到我们对微软的一个分析来说，只要微软和谷歌它这个地方仍然能 hold 住，那么 AMD 的这个位置上是不会太差的。好的，那么基本上是就先分享到这个 AMD，我们先说到这。好，那么最后呢，再讲一下，就是包括像这个今天好多朋友问这个 EMPH 这种的话，我就是在群里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地方不要轻易的去抄底，是因为大家去学一下这个戴维斯双杀和戴维斯双击，我把链接也贴在下面，就是公开给大家之前做过的，就是当一个成长股它的成长衰退的时候，那么后面其实是后面是非常弱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轻易去接飞刀抄底，而是根据它的营收对它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自己做到一个心里有数。我们分析这个基本面的目的是什么？分析基本面的目的就是为了知道这个了解这个公司大概能值几个钱儿，然后我们好就是在恐惧的时候没有那么恐惧啊。别人喊，比如说 AMD 就真跌下去了，说 AMD 看30啊，看10块、15，你肯定会有很多人喊出来。而我们大概知道这公司值多少钱，我们知道现在半导体处于什么周期，我们也持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而不是因为别人到时候跟你喊，我觉得某大神说是吧，又是看3块、5块的都出来的哈。还记得当时特斯拉也是跌到100多，有人喊60，有喊50，喊15，喊5块都有了，还有破产的。那么你应该对于这个基本面上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那么对于我来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我在这里每天都给大家这个更新我的一个分享，毕竟是吃着饭的，所以呢，我会天天盯着做。那么如果您没兴趣的话，或者上班族的话，那么跟着我们的这个频道上更新，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贴。好了，那么今天呢，这个 AMD 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